我们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基础代谢的谬误，健康的细胞跟不健康的细胞对能量利用的效率高还是低，饥饿感跟你身体能量调动的关系是什么。今天的视频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科学减肥的路径图。我们今天的内容会包括真正科学减肥的逻辑究竟是什么，每一个人的减肥的底线究竟在哪里，到了这个底线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健康的方法可以去突破这个底线。首先各位，减肥这两个字是很明确的，减的是肥肉，减的是脂肪，所以我们不可以再一味的看着秤上面的重量来决定我们做的对还是不对了。但是老师，那难道我就用看体脂秤吗？如果你要用体脂秤做参考的话是可以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有了体脂秤以后呢，你把体脂秤当成体重秤来看待，那是不对的。你用同一个体脂秤，同样是你的身体啊，从早到晚你可以去测10次，你会得到10次都不一样的结果，而且最高跟最低啊可以相差很大很大。因为体脂秤告诉你的是你身体体脂肪的百分比，所以你仔细想一想，你排便之前跟排便之后，你排出去的便是非脂肪重量，非脂肪重量变少了，从比例的角度来讲，你身体里面的脂肪的百分比变高了。你喝了一大堆水以后，你去称的体脂秤，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体脂率下降了。为什么？因为你喝进去的那些水是非脂肪的重量。所以如果我们大家就揪着一个体脂秤天天在看体脂率的变化，完全是浪费时间了。如果你真的要依赖一个体脂秤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1个礼拜用1次就可以了，在一个固定的状态。我的体脂秤呢，是我固定在早上睡醒觉，上完洗手间，然后呢身上不要穿太多的衣服，站到体脂秤上去测量你的体脂率，把这个体脂率记下来。你收集比较长时间的数据了以后，你就会看到你身体体脂率的变化趋势，这才是体脂秤可以给我们提供最大参考价值的地方。好了，那我们来回过头来讲真正减肥肉、减脂肪的逻辑是什么。我跟各位说啊，我们身体能不能够燃烧脂肪，我们身体能不能够把储存的脂肪调动出来用，关键都在胰岛素。如果你身体里面的胰岛素比较高，那么你身体调动脂肪、燃烧脂肪的能力呢，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胰岛素它会影响我们身体水解甘油三酯啊，我们的脂肪酸要经过水解了以后才可以拿去被燃烧的，所以胰岛素越高的人呢，水解脂肪酸的能力就越低。如果你说我不管这么多理论了，太麻烦了，我继续喜欢吃糖，我把热量管理好就可以了。在这种环节底下，如果你真的看到体重下降的话，很遗憾的是它大多数可能是肌肉。所以我们如果要探讨减脂肪的底层逻辑的话，不可能绕过胰岛素这个题目的。本来我们人类的饮食有一些碳水化合物它对我们无害的，因为人类在农业社会里面吃的碳水化合物基本上就是谷物或者是根茎类的这些碳水化合物，吃到我们身体里面转化出来的糖叫做葡萄糖。葡萄糖会引起胰岛素的反应的，不管你吃的多还是吃的少，如果你用得完，它基本上对你无害，你只要能够消耗得完。农业社会要耕作，每一天大家劳动强度比较大，所以它消耗量大，它吃下去的这些碳水化合物呢，基本上它燃烧得完，它用得完。但是呢，我们现代人吃的这些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主食跟谷物，而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来自于添加糖的。吃了高糖饮食之后呢，我们消耗量低，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的糖吃进去了以后消耗不完，而且我们吃东西的频次又高，所以我们的胰岛素上去了，渐渐的，现在胰岛素抵抗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胰岛素抵抗它是会发展的，所以如果你不做出改变的话，你的身体就需要制造越来越多的胰岛素。是在这个胰岛素比较多的环境里面，身体的状态实际上是一个储存脂肪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可以燃烧脂肪的状态。所以如果我们要探讨减肥的逻辑，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做的是恢复我们的代谢健康。胰岛素长期高的人代谢健康都不好，肥胖是健康问题，血压高了、血脂高了容易饿，它是健康问题啊。透过什么东西恢复我们的代谢健康？降低胰岛素的水平。透过什么手段降低我们的胰岛素水平呢？你整个热量的结构需要做出改变， 50% 的热量来自于优质的脂肪， 25%到30% 的热量来自于优质的蛋白质， 20% 的热量来自于各种蔬菜和一些根茎类的碳水化合物。这个标准不叫做生酮饮食，这个标准叫做相当理想的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而且是很健康的，没有添加糖了，没有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了，就瞄准了一样东西，就是降低胰岛素。改变这种饮食结构之后，你给身体一点时间，你体内的胰岛素渐渐就下来了。当然每个人需要多长时间不太一样，因为胰岛素抵抗越严重的人，他下降的时间需要越长。
胰岛素抵抗不严重的人下降的时间比较快。重点是你能不能够把握好热量的配比。你怎么知道你的胰岛素降下来了没有？饥饿感出现明显改变的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你明显的饥饿感不再出现了，因为它说明你身体的代谢灵活度开始恢复了。当你的血糖稍微降低一点的时候，你的肝糖原可以很轻易的被调动出来。因为胰岛素降下来了，所以升糖素就比较容易出现。升糖素出现了，就可以调动我们的肝糖原。肝糖原调动出来以后，你的血糖就平稳了，你的饥饿感就不在了。你给身体多一点时间之后，这个代谢灵活度会更进一步的进步，身体调动脂肪的能力也渐渐的就会建立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皮肤变得比以前好了，你会发现自己精神状态变得比较好了，你会发现自己不那么容易疲劳了，你会发现自己情绪比较稳定了，甚至于有一些人会发现不生口疮了，有一些人会发现脸上的痘痘怎么会变少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去着急看你的体重降了还是没有降。当你的身体真正在减脂肪的时候，你在秤上面看体重变化是很小的，除非你本来体重很大很大。我跟各位说减得慢的才是脂肪，减得快的是肌肉，你必须要做个选择的。脂肪的热量密度很高，所以不可能迅速的减脂肪是做不到的。所以你用正确的方式去减脂肪的时候，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的。你在秤上不容易看见的，但是你照镜子你看得出来，维度变小了，你会有感觉的。在这个阶段呢，有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就是需不需要做运动？我跟各位说，这个阶段的运动，最好的运动是什么？低强度的运动。低强度这3个字对每一个人来讲定义都不一样。如何判断呢？就是说你做完这个低强度运动了以后呢，你不会觉得很疲倦，你还觉得蛮舒服的，那身体恢复得很快，那叫低强度。为什么这个阶段我建议大家做低强度、中低强度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所消耗的能量呢，几乎全部都是脂肪。当然中低强度运动消耗的总热量不是很高，但是呢，我鼓励大家这个时候做中低强度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在训练我们身体的细胞慢慢让它习惯于燃烧脂肪。我们吃高糖饮食吃了几十年的人，我们的线粒体要重新学习，重新适应燃烧脂肪。所以目的不在消耗，其实目的是在训练，让身体适应燃烧脂肪。你可以每天去散步，如果你觉得自己状态很好，你可以慢跑30秒钟，散步1分钟，它还是中低强度的运动。我们要做出来的改变是要让身体真正燃烧脂肪，而不是其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了夜里，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开始分解我们的体脂肪的脂肪酸的，分解出来以后准备给你第2天白天用的。所以各位，如果你的目标真正是科学减脂，晚上睡眠很重要，睡眠睡得越好，减脂效果会越好。我跟各位说，我自己体重最重的时候是300斤了，我花了60年长上去的，我花了1年半减下来的。但是呢，真正减下来给我带来的好处呢，我整体的慢性病、整体的代谢健康得到了全面性的改善。我们把了真正的减肥逻辑讲了，恢复代谢灵活度，降低胰岛素水平，结果是你的饥饿感自然而然的就会下降，所以你不容易饿，你容易饱。在这样的状态底下，你摄入的总热量呢，其实自然而然的在下降。我们有很多人渐渐的开始改成1天只吃2餐了，因为实在不需要吃第3餐，真的吃不下，很自然的就进入轻断食的状态了。轻断食是一个非常值得鼓励的一种饮食节奏，值得鼓励不代表要强迫自己去做轻断食，强迫自己挨饿去做轻断食是不正确的。在严重饥饿感的状态下，你身体细胞是缺少能量的，那是不健康的。可是当你把代谢健康恢复了，胰岛素降下来了，代谢灵活度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不需要吃这么多了，非常自然的你就可以进入轻断食的状态了。我告诉你，你身体消耗能量变多了。为什么？因为你体能体力都比以前好了，你可以从早忙到晚，实际上你的身体消耗能量其实是在增加的，不是在减少的。而你摄入的能量呢，其实自然而然是在减少的。这个时候热量理论就正确了，它是在一个健康的代谢环境底下发挥出来的热量理论，它是正确的。下面我们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了，减脂肪它会有个底线的。各位，我现在说的这个底线跟我们传统说的平台期、瓶颈期不是一个概念啊。因为传统的人在利用热量理论减体重的时候，很容易就遇到平台期了。什么原因呢？体重是我们身体一个最刚性的东西啊。当你长年累月的在某一个体重锚定了一段时间以后，你整个身体的动态平衡都根据这个锚定点做好了完整的平衡、完整的调整了。当你的体重出现
突然的下降的时候，你整个身体的动态平衡全部要重新调整的。如果说你用的比较不健康的手段，你体重可能会掉得比较快，大多数都是肌肉，这个时候严重失去平衡的情况下，就突然之间给你踩刹车了，不允许你再继续减体重了。我们每一个人过去利用传统的热量理论都有这个经验的，用同样的方法减不动了，我们过去传统的方法就是加码，再减热量，再增加运动，还减不动了，开始断食，再加码，就是在同样一个逻辑下面继续加码，损失的又是肌肉。那个是在传统热量理论底下去减体重的时候遇到的瓶颈和平台。我现在说的是减脂肪的底线在哪里，这个底线从哪里出现的呢？胰岛素。你们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你的空腹胰岛素是多少，你都会得到一个数字的，有的人很低，有的人很高，每个人都不太一样。空腹胰岛素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因为现在的人吃高糖饮食，高百分比的人有胰岛素抵抗，所以你不太容易看到你自己身体不受胰岛素抵抗底下的真正的基础胰岛素。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个基础胰岛素的概念。当你在努力的恢复你的代谢健康，你的空腹胰岛素是渐渐的往下降的。当你的空腹胰岛素不再继续往下降了，而你的代谢健康也都全部都恢复得很好了，这个时候呢，出现的空腹胰岛素呢，大概就是你的基础胰岛素了。有的人的基础胰岛素很低，有的人的基础胰岛素在中间，有的人的基础胰岛素在很高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基础胰岛素决定了你减脂的底线在哪里。基础胰岛素越高的人，减脂的底线就越高，因为胰岛素是帮助我们身体锁住脂肪的东西。基础胰岛素越低的人呢，他减脂的底线呢就越低。我自己你们看到了，我块头这么大，我前一条视频一开播我就说，有很多人看到我以后觉得我没有资格讲这个题目，你不要说我有没有资格，我减过2次100斤，经验拿出来分享都可以。但是我跟各位说，我的基础胰岛素远远高于寻常人了。我出生的时候11斤，我到现在即使在断食3天、断食5天的状态下去检查我的空腹胰岛素，还有14到15之间。各位，我们在医院里面去检查胰岛素的时候，它会有2种单位，一种单位呢是 P 开头的，一种单位是 μ 开头的。我们平时用的比较习惯的是 μ 开头的那个单位，大家不要搞错了哈。如果是 P 开头的那个单位的话，要换算的。到今天为止，我辅导同学已经超过7、8年了，看过非常多的人的空腹胰岛素的数据，我只看过2个人的空腹胰岛素比我高的。大多数的人的基础胰岛素呢，5到8之间的百分比最高，他的减肥的底线呢很容易就拉下来了。所以他身体要减脂的时候，如果你做得对的话，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做什么非人的运动，你都有可能把你的体脂率降到20%以下，甚至于18%以下，你是在一个比较有利的状态的。有一部分的同学天生基础胰岛素就低的，2点几了、3点几啊、4点几的话，你们身体呢长胖是很难的，你不会有减肥的需求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不探讨了。如果你做对了所有的一切的事，你说老师，我代谢灵活度恢复了，我没有饥饿感了，我很舒服了，现在唯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体脂率还是偏高。如果你卡得死的动不了，你可能需要去了解一下你甲状腺的功能如何。影响我们身体的所谓的基础代谢跟我们甲状腺的功能很有关系。如果说你甲状腺功能比较低，有甲减的现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不正常的被卡住了，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不在我们的讲的范围里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正常健康的人减脂的底线呢是在你的基础胰岛素上面。你整个代谢健康全部都恢复了，你已经是一个健康体重的人了。我就问你了，你还要什么？在我这个年龄层的人大概不会再说我想身材好一点，在我这个年龄层的人大概就会说我要健康，健康就好。我跟各位说，68岁的人体脂率如果可以在20%、25%代谢健康的状态下有这个体脂率是一个福分是真正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说，哎呀，你满脸福相啊。如果你有医院里面工作的朋友是医生或者是护士，你问问他们，我说的对不对？代谢健康状态下体脂率稍微高一点的人是有优势的，我们不细说。你说就是我觉得我身材不够好，我希望能够再往下减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如何突破这个底线呢？我跟各位讲突破这个底线这件事情呢，绝对不是你们想象说我要再突破我就要去做超负荷的运动，你迟早要撞墙的，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增加你的运动量，你的消耗量，这是不可持续的。真正科学的健康的在这种状态下去突破你的减脂底线的唯一好办法，增加肌肉。我跟你们说，增加肌肉的好处可多了。增加肌肉你体重会上升的，可是你知道吗？当你的身体肌肉量在增加，脂肪量没有增加的时候，你去换算，你的体脂率是下降的。因为它是一个百分比嘛，你身体的非脂肪的重量在增加，可是脂肪的重量没有在增加，
这样的状态下，它的2个百分比就拉开了，这是第一个好处啊。从减肥的角度来讲，增加肌肉越多，我们身体储能的空间、调节的空间就越大，所以呢，你最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血糖跟你的胰岛素会更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肌肉量在增加，你身体对能量的需求自然而然会提高。但是你在一个正确的饮食条件的状态下，胰岛素比较低，代谢灵活度比较高的状态下，你没有饥饿感，所以呢，会出现比较多的缺口。所以你有可能有希望进一步的用健康的手段降低你身体的体脂率。实际上呢，在做增肌运动的时候，长远的来讲，更大的好处是什么？一个是预防将来老年以后的骨质疏松，另外一个是预防老年的时候的肌少症啊。所以尽早的开始做增加肌肉的运动，对于你突破底线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是我可以给大家最好的一个建议，是如何突破你的减脂底线。我们这部分的视频内容呢，我们就讲到这里结束了。